喵生第一课，别信维尼，猫咪们快来扎堆！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两个白毛兄弟刚成年，老大叫大壮，老二叫二壮。兄弟两个呢特别不安分，每天都盼望着开辟新领地，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啥样子的。虽然缪特爹一再告诉他们，除了咱家院子就是无边地的丛林，而所有的丛林都是维尼大帝的地盘，维尼大帝可不是好惹的。缪特爹每次提起维尼大帝，都是一副闻风丧胆、草木皆兵、马上要吓尿的模样，这让白毛兄弟更好奇了。他们就问缪特爹，到底谁是维尼大帝啊？缪特爹一听猫咪问谁是维尼大帝，立马脸色唰一下就变得惨白，那样子就像见了鬼，立马对白毛兄弟大声呵斥说，闭嘴！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维尼大帝是谁？呵斥了猫咪兄弟完后，缪特爹转身对着东窗冉冉升起的太阳扑通一声跪倒，嘴里连声说，罪过罪过，俺家猫咪还太小，从没听过大帝为名，才口吐不敬之言，希望大帝不记小缪过。忏悔完毕后，缪特爹又突然挺直腰杆，对着窗外东升的朝阳唱起了雄壮豪迈的歌曲，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丛林里出了一头维尼熊。白毛兄弟就问了一下维尼大帝是谁，一看缪特爹居然就变成了这副鬼模样，顿时惊讶的把一声代表着爷似的喵叫声给卡在了喉咙里。但缪特爹还没训话完毕呢，他继续巴拉巴拉说着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维尼大帝如东方的红太阳照耀人间，维尼大帝如天上神龙，见微不见首，却又无处不在，维尼大帝神通变化无穷无尽，早上扮可爱，中午割韭菜，晚上变猪头。缪特爹一通胡吹乱侃，云遮雾罩，听得白毛大壮眼睛都直了，白毛二壮却当耳旁风，一直在打瞌睡。话说这天晚上，缪特爹入厕拉屎，被白毛二壮逮到了机会，他兴冲冲的叫大壮说，大壮，咱爹拉屎没站稳，栽在茅坑里了，顾不上管咱们，快走，翻墙到林子里去捉小鸟去。大壮一听去林子里捉小鸟，立马兴奋的毛都炸起来了，二话没说，跟着二壮就去翻墙。他们一起翻过墙后，没走多远，大壮却突然对二壮说，都怪你老提拉屎，搞得我满腹山芋欲来，便意弄浓。你先走，不要等我，我找个地方跑坑去，解决完内部问题，我马上去追你。二壮说好，然后就一只喵先走了。走了大约10多分钟后，二壮来到了山顶，可以看到远处城市的灯光了。于是二壮就停了下来，打算一边欣赏城市的夜景，一边等大壮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听到身边某处有轻微打鼾的声音，分不清楚是人是妖是狗是喵。二壮密声看去，看到一块山石上仿佛横躺着一个虎背熊腰的影子。二壮觉得奇怪，在这丛林潮湿之地，蚊叮虫扰的，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睡觉呢？想这时，二壮一定毛布软绵走过去，轻轻朝那个人的背上推了一把，
说：“喵，大哥哎，地是天凉的，在这里睡觉不太好吧？喵。”二壮没想到，他只是轻轻推了一下，那东西呼的一下就从山石上坐起身来，背对着他大吼一声，骂道：“兔崽子，滚远点，别打扰老子睡觉！”那东西虽然背对着他，但他的吼声如雷，还是把二壮吓了好大一跳。二壮强压着逃窜的渴望，从背后打量那个东西。水桶一样粗壮的身材，歪歪的脖子上顶着一颗浑圆硕大的肥脑袋，那孔武有力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绝对没问题。二壮觉得有点委屈，嘴里就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：“喵，人家也是看夜深潮气大，担心你受寒，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不至于这样暴跳如雷吧，喵。”没想到那人根本不想听二壮多解释，直接用猪哼哼一样低沉的声音回了一句：“小野喵，再不滚开，我立刻给你好脸色看。”这时的二壮有点气不过了，心想：这东西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，嘴里就又咕哝了一句：“你能给我啥好脸色看呢？”他的话音刚落，那东西突然猛地回过头，把一个硕大的脑袋伸到了二壮的眼前。一瞬间，二壮几乎魂飞魄散，那东西的一双眼睛竟突然变得铜铃一般大，并且向外喷射着绿莹莹的冷光，而他的嘴巴更是吓人。他张大嘴巴对着二壮吼叫时，扑面而来着一股呛人的臭肉包子的腐烂味道，尤其是那张嘴竟然撕扯到一尺有余，以至于二壮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硕大的口腔里红红的大石头和3-4寸长的白森森的獠牙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的血盆大口啊！二壮可被吓坏了，不禁大叫了一声：“喵喵！”往后退了一步，不料想竟一脚踏空，滚下山坡，摔晕了过去。等二壮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怪物已经没有了踪影，只有自己一只喵，浑身上下沾满着苦液，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，躺在草地上。这时候，远处有个人类手持手电筒在丛林里乱照，二壮还以为是老爹来救自己了，就软绵绵的喵喵了一声。那个人果然跑了过来，用手电筒照着二壮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问二壮：“小猫咪，黑灯瞎火的，你一喵躺在这里干什么？受伤了吗？”二壮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喵，我被一头怪物给吓到了。”那人眨巴着眼睛盯着二壮，然后弯下腰来，把面孔贴近了二壮，问二壮说：“怪物？什么样的怪物？是这个样子吗？”话音刚落，那人的眼睛突然在一瞬间膨胀了不知道几十倍，嘴巴也在一瞬间张大了几十倍，并露出了口腔里血红的肉床和3-4寸长的白森森的獠牙，对着二壮大吼了一声。这情景分明就和刚才的情景一模一样嘛！本来就惊魂未定的二壮，猝不及防中又被惊吓了一次，连喵一声的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身子往后一仰，又往山下栽。在落地的瞬间，
后脑咚的一声响，正撞在一根枯木上。于是他也就再次迷糊了过去。又不知道过了有多久，恍惚中，二壮听到大壮在连声呼唤他的名字。他终于睁开了沉重的眼皮，看到大壮正在摇他的肩膀叫他。看到二壮睁开了眼睛，大壮就关切地问他：二壮，你这是咋了？怎么会晕倒了呢？二壮就软软爬起来，沮丧地说：喵了个咪的，太倒霉了，被同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妖怪用同样的方法吓坏了2次，真是太倒霉了。听了他的话，大壮惊讶地说：妖怪？你不会是真遇到维尼大帝了吧？于是大壮就在二壮对面坐了下来，说：你记不记得咱爹说过，所有的丛林都是维尼大帝的丛林，维尼大帝千变万化，能耐无穷，8根猪鬃毛吹口气，啥都能给你变出来。凡是误入他丛林的，管你是人或妖，管你是飞鸟走兽，他都能把你忽悠出屎来。二壮正在听大壮说着，突然听到身后的林子里哗啦一声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跳了出来。二壮回头一看，不禁大为惊愕，原来他身后的林子里竟又跳出了一只大壮。二壮又转过身来，先来的这个大壮仍然在他的身边，他居然也是一脸惊愕的表情看着那个后来的大壮。这时后来的大壮开口便骂：喵！哪来的妖怪，竟敢变化成我的模样，骗我的弟弟，你是在找死吗？说话间，他嗖的一下冲了过来，挥舞着2只锋利的前爪，对着那个先来的大壮就挠了起来。然后只听见一声声喵喵喵的惨叫，二壮身边的这个大壮居然凭空消失了，只剩下一根细细的猪鬃毛飘飘然然地落在了草地上。然后后来的大壮对二壮说：别玩了，二壮，我们快回家吧，这个林子里实在太诡异了，到处都是妖怪。而二壮呢，确实也被折腾累了，只是想尽快回家，于是他就跟大壮一起沿着来路向山下走去。走下了山丘，在距离围墙有10多米的时候，二壮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。那时大约是午夜已过，大半个的月亮明晃晃的挂在天上，月光透过树杈和枝叶零零碎碎地洒落在地面上，因此树荫之外的景物已经能够看清楚了。二壮爬起身来时，赫然发现绊倒他的竟然是又一个大壮。此时的这个大壮正在草地上呼呼大睡，而他睡的地方正是他们来的时候分手的地方。这一次呢，二壮终于留了个心眼，他看着走在前面的大壮，对这一切还浑然不觉，自顾自地走着。二壮心一横，伸出了自己所有的利爪，纵身朝那个大壮扑了过去。果然只听见那个大壮喵喵喵一声声的惨叫后，又凭空化作一根猪鬃毛飘落在地。经过了这3番几次的折腾后，二壮确实被累坏了。
他瘫倒在草地上休息了片刻，缓过神来时，看着草地上仍然在呼呼大睡的又一个二壮，他心里想，这会不会是又一个假的大壮呢？如果又是假的，那维尼大帝这个猪妖也太能折腾了。如果是真的大壮呢，那么他是怎么会倒在这里呼呼大睡呢？莫非被那猪妖给洗脑了，催眠了？他想了很久，觉得还是应该试一试。于是他伸出了利爪，对着这个大壮的脸上狠狠一爪挠下去。果然，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后，他定睛一看，这个大壮没有凭空消失，也没有变成猪鬃毛，而是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茫然看着他。看来这个大壮是真的了。那天夜里，二壮和大壮一瘸一拐回家的路上，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以后一定要听老爹的，再也不能轻易的相信维尼大帝了。后来二壮问过大壮，那天你在草地上怎么就睡着了呢？大壮说，别提了，那时我正在挖坑拉屎，突然就从丛林里蹦蹦跳跳的走出了一头贼可爱的小熊。它一身橘黄色的皮毛，上身穿了一个红背心，下身的光屁股，头戴黄金冠，背上还挎着大镰刀，嘴里还唱着我爱我的丛林，我美丽的丛林。他唱的歌实在太好听了，我听着听着呢就睡着了。我的屎还没拉完呢就睡着了。